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多人都有的困扰，总是在凌晨3、4点莫名其妙的醒来。也许你也有这种经验，每天半夜像被隐形闹钟叫醒，睁眼一看时钟，差不多都是3点多4点。此时你翻来覆去，脑中思绪乱飞，就是无法再次入睡。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却早已头昏脑胀，精神不振。为什么偏偏是3、4点钟会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深入探讨这个让人苦恼的凌晨早醒现象，以及资深中医师推荐的简单妙招，揉按3个穴位，帮你安然入睡到天亮，不靠药物也能解决失眠困扰。很多人以为半夜3、4点醒来睡不着，只是人老觉少或压力太大所致。有些人甚至调侃这是所谓鬼时间作祟。但是中医认为，半夜固定时间醒来，其实是身体内脏在求救，在向你发出讯号。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从中医的子午流注理论来看看人体脏腑与时辰的关系。传统中医学把一昼夜划分为12个时辰，每个时辰对应一个脏腑经络的气血运行高峰。例如子时，夜里11点至凌晨1点；胆经当令，丑时，凌晨1点至3点；肝经当令，寅时，凌晨3点至5点；肺经当令，依此类推。意思是说，一天之中各脏腑都有自己的值班时间，那段时间内该脏腑最活跃，气血最旺。健康的作息应该与这个节律同步，在子时之前入睡，让身体进入修复模式。如果脏腑在自己当令的时段出了问题，常常就会以睡眠状态的异常来示警，例如莫名其妙的清醒或失眠。现在回到我们的问题，凌晨3、4点到底是什么时间？根据子午流注，凌晨1点到3点属于肝经时间，3点到5点属于肺经时间。因此凌晨3、4点正好是肝经和肺经交接的时刻，肝脏值完班正准备交棒，肺脏开始接班运作的时段。这个时候健康的人应该处于酣睡状态，静养脏腑。如果在交接班的时间点醒来，往往意味着肝或肺出了状况，导致运作失常，于是身体发出警报把你唤醒。中医典籍《黄帝内经》有句话，人卧则血归于肝，意思是人在夜晚静卧入睡时，血液回流肝脏进行养护和解毒。丑时1点到3点是肝脏充足休养的黄金时段，肝经气血旺盛。如果肝血不足或肝气郁滞化火，肝脏在该休息的时候反而精疲力竭或火气上扰，就无法正常储藏血液，调畅情绪，于是整个节律被打乱，可能在半夜就把人推醒。很多人在凌晨2、3点突然惊醒，心烦意乱，就是肝在向你求救的信号，通常还可能伴随烦躁易怒、胸闷口苦，甚至梦魇等现象，这些都是肝气不舒、肝火扰心的表现。接下来看寅时3点到5点，这是肺经当令的时间，肺主呼吸与一身之气，中医也说肺朝百脉，肺在凌晨时分开始将气血布送全身，为清晨的苏醒做准备。如果肺功能弱或气血不足，到了应该大展拳脚的时刻，却后继无力，身体可能因为氧气供应不够或调节失衡而把人唤醒，以启动自救模式。所以凌晨3、4点容易醒的人，从中医看多半和肺气虚有关。典型表现是醒来时可能有轻微咳嗽、胸闷、口干，甚至盗汗，半夜出虚汗等。这是因为肺主皮毛，开窍于鼻，肺气虚的人夜间容易津液外泄和呼吸不畅，因而睡不安稳。简单来说，经常凌晨3到4点醒来，常见2大内在原因，一是肝有火或郁结，二是肺气虚弱或失调。肝经和肺经在夜里交接，如果上一班的肝没做好工作，留下一堆火气，瘀滞没有疏解，交班给肺时，肺经也跟着受影响，你的身体就会透过异常清醒来提示你注意肝的问题。反之，如果肝无大碍而肺本身气虚，接班时力不从心，也可能在肺经最需要充足气血的时刻把你逼醒。因为肺想多吸点气补点劲，所以每天在这固定时刻醒，其实是脏腑自己在拉警报，告诉你哪里出了状况。当然，导致半夜早醒的身体因素不止肝与肺，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失眠早醒也要分不同体质和脏腑失调情况。除了上面说的肝经、肺经问题，
临床上常见的还有心脾两虚导致的浅眠易醒，这种人通常白天劳心费神过度或久病体虚，造成心血不足，脾气虚弱。中医说，心主血，脾为生血之源，心脾两虚的人，气血生化不足，心神失养，就容易睡不深，梦纷纷，稍有动静就醒。他们半夜醒来后，常伴有心悸不安、脸色萎黄、精神疲倦等症状。另外，心火亢盛也是让人半夜醒来的一大凶手，这多见于白天情绪紧张、思虑过度或情志刺激的人群。烦躁、生气、焦虑等情绪会化火扰心，出现心神不宁、入睡困难，夜间多梦易醒，醒来后往往口干舌燥、心烦意乱，这属于实火扰心的失眠。在中医看来，和肝郁化火常常相伴发生，也就是肝火、心火一起旺，让人难以安眠。小结一下，凌晨早醒背后常见的中医原因包括肝郁、肝火、肺气不足、心脾虚弱、心火亢盛等等。不论哪一型，都意味着身体阴阳失衡，要么阴血不足无法留住阳气入眠，要么邪火内扰，导致阳气提早脱离阴分，让人惊醒。中医有句话概括睡眠原理：阳入于阴则寐，阳出于阴则寤。健康入睡需要阳气潜藏于阴，才能熟睡不醒。若半夜阳气过早，从阴中浮出，人便提前醒来。了解了这些，中医调理的思路其实很明确，补足阴血，清降虚火，让阳气安分守己，地藏于阴，自然就能一夜好眠。面对夜夜三更醒的困扰，许多人第一反应是求助安眠药或助眠酒精。的确，西药安眠药、镇静催眠药能强制让大脑休息，但长期服用后，药效递减、成瘾性、副作用等问题接踵而来。很多人一开始觉得吃药有效，但渐渐的剂量越加越高，甚至不吃就更睡不着，白天还头昏乏力，记忆力变差。这就是药物依赖和副作用在作怪。而喝酒助眠更是饮鸩止渴，酒精让人昏沉，却扰乱睡眠结构，半夜往往睡得更浅，频繁醒来。相比之下，中医强调调理根本，从平衡脏腑阴阳入手治失眠，不仅能改善睡眠，还不会伤身成瘾。中医调治失眠的方法有很多，包含中药内服、针灸、耳穴、食疗等。资深中医师在此要分享给大家的是一个简单不花钱的方法，透过穴位按摩来改善凌晨早醒的问题。只要每天睡前花几分钟按揉3个关键穴位，就能宁心安神、疏调气血，一觉睡到天亮，效果甚至比安眠药还好哦。这可是很多老中医毕生经验的结晶，被称为人体自带的安眠妙法。现在就来揭晓这3大助眠穴位是哪3个，以及如何正确按摩它们。中医认为，失眠尤其是凌晨早醒，并未虽在肝肺等，但最后都是心神不安、肾水不能济火所致。因此，选穴上既要安神定心，又要滋阴降火。以下介绍的3个穴位，一个在手腕，一个在前臂，一个在足心，正好上下呼应，可以说是联合组队，发挥助眠奇效。每晚睡前依次按摩这3个穴位，各3到5分钟，坚持一段时间，多数人都能逐渐延长睡眠时间，再也不会半夜莫名清醒。这3个穴位分别是： 1. 神门穴，宁心安神，安眠要穴。位置：神门穴位于我们手腕内侧，小指一侧的腕横纹尽头处，在腕骨与尺侧腕屈肌肌腱交界的凹陷处，用另一只手的拇指沿小指方向摸到手腕横纹最尾端的凹窝，就是神门穴。按压时会有微微酸胀感。功效：神门穴是心经的原穴，顾名思义，与心神关系密切。中医说心藏神，神门穴就像心神的大门，能够镇静安神，调和心气。它是治疗失眠的首选要穴，对因压力大、思虑多导致的心烦失眠特别有效，有人体自带安眠药的美称。经常按摩神门穴，可以缓解心悸、焦虑、烦躁等症状，使人心平气和，更容易进入深度睡眠。按摩方法：以拇指指腹轻轻按在神门穴上，其余手指扶着手背，由轻渐重揉按约3分钟，感到酸胀舒适为止。左右手神门穴可以交替按摩，各揉一会儿。
临睡前按神门能静心凝神，为一夜好眠打下基础。2. 内关穴，宁心安神，调气止悸。位置，内关穴位于前臂内侧，手腕内侧朝上那面，从手腕横纹正中往手肘方向量约3横指宽，在2条筋掌长肌腱与桡侧屈腕肌腱中间的凹陷处就是内关穴，轻按会有明显酸麻感。功效，内关穴属于手厥阴心包经，是奇穴8脉交汇穴之一，通阴为脉，它有宁心安神、理气镇痛的重要作用。传统医学常用内关穴治疗心悸、胸闷、焦虑、失眠，因为按揉内关能宽胸理气和缓心率，让心气平和下来。很多人在紧张时会心跳加速，胸口烦闷，睡前按压内关正好能解郁除闷，防止半夜因胸闷或心慌惊醒。此外，内关还有调节肠胃的作用，它也是止呕药穴，但在助眠方面主要体现在安神定悸上。对于那种半夜醒来伴随心跳快甚至做噩梦吓醒的人，坚持按揉内关非常有帮助。按摩方法，一手捏住另一手手腕，使拇指落在内关穴位置，可以采取点压和揉动结合的方法，先以拇指指尖或指腹适度按压5秒，感到酸麻后放松，再改用画小圈揉动穴位，如此交替进行，每侧各3分钟。按到内关时可能会有酸胀沿着手臂传到掌心的感觉，说明经络畅通，有效刺激到了穴位。睡前按摩内关，可让心平气和，全身气机顺畅，有助于避免凌晨因心胸不宁而早醒。3. 涌泉穴，引火归元，镇静安神。位置，涌泉穴位于脚底板的前部大约1/3处，简单找法是拳起脚趾时，脚掌心会出现一个凹陷，脚底最凹陷处即是涌泉穴，它大约在第2、3指根部连线的中点向下1拇指宽的位置。因为此处皮肤较厚，按压时酸胀感没有手部穴位那么明显，但会有微微胀痛。功效，涌泉穴是足少阴肾经的首穴，也是肾经气血涌出的泉眼，故名涌泉。肾藏精主水，统摄全身阴阳，睡眠与肾的关系极为密切，肾阴不足，心火就会亢盛，人容易失眠；肾阳不足，精气虚衰，人也会睡眠不实。涌泉穴正是滋补肾阴、引导虚火下行的要穴。中医有句话，引火归元，说的就是透过刺激涌泉，把上逆的火气引回肾命门之源。因此，按摩涌泉能镇静神经，安定心神，特别对那种阴虚火旺型的失眠，比如更年期潮热、夜间盗汗而醒，效果很好。很多人夜里3、4点醒来再也睡不着，其实就是因为虚火扰动，阳不入阴，而按揉涌泉正好把浮越的阳气拉回脚底，让人再次沉入梦乡。按摩方法，建议先泡脚后按压，效果更佳。睡前用温热水泡脚10到15分钟，水温以逐步感到舒适的温热为宜，可加1小撮盐或几片姜以助阳气。泡脚后擦干，趁着脚软血旺，用拇指指节按住一只脚的涌泉穴上下揉动，力度可以略为重一些，以能忍受的酸痛感为度。每只脚按摩约3分钟，双足交替进行。如果不方便泡脚，也可以直接按摩，但保持足部温暖很重要。天冷时可先用热毛巾敷脚心再按。睡前按揉涌泉穴，能让全身阳气沉降，心神安定，很快你就会感到困意上涌，想睡了。按摩以上3个穴位时，要注意全身放松，心情平和，可以在宁静的环境中进行，光线调暗一点，更有利于入睡。配合深长的腹式呼吸，一边按压一边慢慢吸气吐气，有助于增强穴位效果。整套按摩下来大约花费10来分钟，非常简单，在床上就能完成。按完你可能已经哈欠连连了。许多失眠的人持之以恒，每晚睡前按揉这几个穴位，1周左右就发现半夜醒来的次数明显减少，甚至可以一觉睡到天亮。这套方法调理的是脏腑阴阳，并非强行让你昏睡，因此第2天醒来你会觉得精力充沛，神清气爽，完全没有吃安眠药后那种头重昏沉的感觉。光靠穴位按摩已足以显著改善睡眠质量。
但如果我们再配合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与中医养生小技巧，就能从根本上调理体质，杜绝凌晨早醒的困扰。在此给大家提供几个方向，来帮助脏腑恢复平衡，安度每一个漫长黑夜，调肝养肺，对症饮食。正如前文所说，肝火旺和肺气虚是凌晨早醒的2大诱因。我们平时可以有意识地疏肝清肺，例如肝郁体质的人易烦躁长痘，口苦口臭，可以多吃绿色入肝的食物，如青椰菜、绿豆、菠菜等，适当喝点菊花茶、决明子茶清肝火，少吃辛辣油腻刺激的东西。肺虚的人容易喘咳，皮肤干燥，爱感冒，就要多补益肺气，润肺生津。饮食上可适当多吃白色养肺的食材，如梨子、莲藕、百合、银耳、山药等，平时注意保暖避风寒。这些食疗虽然温和，但日积月累能帮助脏腑功能改善，自然有助于夜晚安眠。补血安心，健脾养心。对于气血亏虚、心神不宁的人，不妨从日常饮食和简单药膳入手，补益心脾。例如红枣、龙眼肉、小米、当归、酸枣仁等食材都有补血安神的作用。晚餐可以煮一碗小米红枣粥或酸枣仁百合汤，帮助镇静神经。民间有句话，日食红枣夜眠安好，说的就是红枣养心脾助眠的效果。食补虽然见效较慢，但胜在滋养身体无副作用。长期早醒体虚的人士可以作为辅助调养的方法。不晚食不饱食，为何则卧安？晚上睡不好，有时也可能是晚饭吃太晚或太撑了。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睡前肠胃负担过重，身体忙着消化食物，大脑也难以进入深睡状态。尤其是脏腑功能本就弱的人，务必避免夜宵和过饱晚餐。建议晚餐最晚不超过晚上7、8点，餐后至少留2、3个小时再上床，饭量以7、8分饱为宜，少吃油腻厚味、难消化的菜肴。另外，下午以后就该尽量避免咖啡、浓茶、酒精等刺激物，以免干扰夜里睡眠。规律作息，顺应时辰。很多人熬夜晚睡，睡眠节律紊乱，导致凌晨浅眠易醒。要改善这种情况，首先要重建正常的生物钟，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上床，对应自然的子时入睡规律。清晨也尽量固定时间起床，比如6到7点左右，不要赖床到中午。固定的睡眠时段能稳定体内生理时钟，让夜晚该分泌的褪黑激素按时分泌，白天该升高的皮质醇正常升高，体内激素节律平衡了，夜里睡得自然更加香甜踏实。睡前1小时，身心放松，想要半夜不醒，首先得顺利入睡并维持深睡。睡前最后1小时的状态非常关键，我们应当远离电子屏幕和让人兴奋的活动，不要在睡前还紧盯手机、追剧或处理公事，这些都会让大脑处于兴奋警觉，增大夜醒几率。不妨利用睡前时间泡个热水澡或热水足浴，在热水里加点薰衣草、精油、艾草包之类更佳，然后静静躺在床上听轻音乐或做冥想、呼吸放松训练。你可以尝试渐进式肌肉放松，从脚趾开始，依序绷紧每一组肌肉，5秒再放松，经过小腿、大腿、腰背、手臂、颈部，慢慢全身松弛下来。配合冥想，想象自己漂浮在安全放松的环境中，让白天的种种杂念从脑中飘走。这些放松练习有助于平稳度过夜里的生理变化，避免因为紧张敏感而惊醒。日间运动，阳光、白天适度的体育锻炼对夜晚睡眠大有帮助。每天至少保持3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如快走、慢跑、太极、瑜伽等。特别推荐练习中医传统功法，如八段锦、太极拳等，既强身又调气血，能改善体质虚弱和脏腑功能失调。需要注意的是，睡前2小时内不宜剧烈运动，以免交感神经亢奋影响入睡。运动最好安排在白天或黄昏。同时，多晒太阳也是调节生物钟的良方。白天接触自然光能，抑制褪黑激素分泌，提升警觉，让你到了晚上会更困倦。白天晒太阳越充分，夜晚睡得越深沉，半夜醒来的机会也随之降低。半夜醒来正确应对。最后传授一个万一半夜醒了的应对妙招。
如果你在凌晨3点左右突然醒来，切记莫紧张，不要急着看时钟，更不要立刻拿起手机查看讯息，因为看到时间往往会让人心生焦虑。糟了，只睡了几个小时。焦躁只会让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等激素飙升，使大脑更加清醒。正确的做法是先放松心态，告诉自己夜醒一会儿是正常的，不必过度担心。你可以不睁眼的换个舒服姿势，继续躺着，缓慢深呼吸。如果脑中杂念很多，试试数息，默数呼吸节奏，或回想一些平和放松的画面场景，转移注意力。如果真的一时睡不着，不妨起身喝口温水或上厕所，然后重新回到床上，再次按揉一下神门穴或内关穴，帮助自己放松。千万别打开强光，也不要开始玩手机或打开电脑，这些动作等同告诉大脑起床啦，接下来想再睡就难了。通常只要不焦虑，配合上述方法，大多数人都能在短时间内重新入睡，不至于清醒到天亮。曾经无数个夜晚，你在3更10分无奈清醒，看着夜色发愁，但现在你掌握了中医传授的这些方法，找准身体发出的信号，调理脏腑平衡，以及睡前按摩3大穴位的天然安眠术，只要持之以恒，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自己渐渐远离了凌晨3点之魔，取而代之的是整晚香甜的睡眠，清晨神清气爽的自己。想象一下，一觉睡到天亮是多么美好的体验。夜里肝血充盈，肺气调和，心肾相交，五脏各司其职，不再吵闹，你的身心在睡梦中得到充分修复。第二天早晨醒来，你面色红润，精力充沛，仿佛换了一个人。这就是中医调理带给你的惊喜，不仅治标，更能治本，全方位提升你的健康。最后强调一点，如果持续严重失眠，早醒或怀疑有其他疾病隐患，例如伴随胸痛、呼吸困难、夜间频尿等明显症状，务必咨询专业医师，排除器质性疾病。但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人的凌晨早醒，通过上述简单的养生方法都能明显改善。与其夜夜受折磨，不如从今晚开始实践起来。放下安眠药，按一按我们身体自带的安眠穴，调养你的肝肾心肺，迎接每一个安稳的长夜。当你重新拥有高品质的睡眠，你会发现白天的生活也随之焕发光彩。愿大家都能告别失眠困扰，每晚都睡个饱满香甜的好觉，一直到天亮，安眠好梦。